哈喽呀，我是站长。今天咱们开箱评测一下小米67瓦3口氮化镓。我是在小米有品购入，价格好像是129块，带一根1.5米长的 CC 线。那么这款产品到底怎么样？本期视频就好好盘一盘。拆开包装盒就是充电器的本体，外加一根 CC 数据线。线材经过仪表检测，带有 InMark 芯片，最大输出功率为25万100瓦。那么其实看线缆端子头的标记，它是支持6安大电流。线组利用开尔文法测的104毫欧，表现中等。充电器的外观非常的圆润，果里果气的，苹果味相当的足。如果你不仔细看底部的 logo， 还真以为苹果又出新品了。大小方面和苹果20瓦充电器对比。机身的输出接口为2 CEA， 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下，3个口都支持盲插小米67瓦协议，非常的好评。底部为可折叠插脚，支持新国标的绝缘护套。基本参数方面，型号 MDY-19-EA， 支持宽幅电压输入，裸机重量102克。外观部分就到此为止，下面看一下产品的性能测试。第一个协议部分，3个输出口协议基本相同。这里以 C1 为例，基础 DCP、QC5， 4组固定档 PD， 2组米 PPS， 固定档最大65瓦，米 PPS 3.6 到11伏 6.1 安， 3.6 到20伏 3.25 安。至于公版 PPS， 经过仪表复测，同样拥有2组档位，最大67瓦。不过由于小米的 A 口是基于 PD 的魔改，因此想要触发 PD 或者 PPS， 一定要使用小米6安规格的 A 口线。第二个充电实测，首先小米私有协议部分，测试机型 K70 Ultra， 无论是 C1、C2 甚至是 A 口都可以激活手机67瓦 Max 金标。当前电量下，仪表显示峰值功率为60瓦上下。固定档 PD 测试机型酷派科的15 Ultra， 3个连接口经过实测都可以握手20伏电压档位，稳定功率在62瓦左右。公版 PPS 协议依旧拿荣耀200和爱酷Neo10测试。3个口同样能激活手机的 Max 60瓦超级快充，当前低电量的情况下，峰值功率为54瓦附近。切换到爱酷Neo10依旧能握手公版 PPS， 仪表显示稳定功率为43瓦。那么从测试结果看，这款产品除了米系手机外，对支持 PPS 的机型非常友好，也包括苹果全家桶。第三个多口分配，以3台充电宝为例，当前 C1 连接酷派科的15 Ultra， 功率在62瓦。此时我们给 C2 口接入设备，画面显示 C1 仪表并未熄屏，只是功率降为43瓦。等到稳定以后， C1 加 C2 为43瓦加17瓦，也是和宣传功率相符合。最后再给第3个 A 口接入一台充电宝， C1 仪表没有变化， C2 仪表熄屏断联。那么整体电路结构方面可以判断， C1 为单独一路， C2 和 A 口共用一路，3口总功率为43瓦加8瓦加7瓦。接下来是充电头的一些重要测试数据。第一项全过程充电，测试机型红米 K70 Ultra， 充电器为小米67瓦氮化镓，室温20度，数据线为小米自带线，手机完全充满耗时27分钟，峰值功率62瓦，平均功率54瓦。充电速度方面，5分钟手机电量充到 17%， 10分钟充到 38%， 20分钟充到 80%， 25分钟电量充到 96%。和原装120瓦充电头相比，大概慢了3分钟，其实可以忽略。第二项转换效率测试了4个功率段，在220伏电压下，效率范围从 85.31 到 91.21， 最低效率在15瓦功率段，最高效率在65瓦功率段，整体的效率表现可以说中规中矩。第三项极限烤机和发热，依旧拉一下充电头的功率冗余，负载以65瓦功率为基础，随后 0.1 安电流步进。实测最大功率为68瓦，最大电流 3.4 安，相比标定的67瓦功率冗余 1%。长时间满载测试，负载以65瓦功率横流运行，测试了2个小时。从采集到的数据看，充电器全程没有降功率，性能表现可以说非常的强。至于机身的温升以及发热情况，从1小时段的热成像图分析，充电头最高表面温度为75度，位于机身的右侧，左侧温度为70度，正面温度为72度，整体的温度表现一般。第四项输出文波，还是用示波器采集了2个 C 口的数据。
220伏电压下 ，C1 口文波范围从15毫伏到34毫伏，最低文波在65瓦功率段，最高文波在45瓦功率段。C2 口文波范围从16毫伏到39毫伏，最低文波还是在65瓦功率段，最高文波在45瓦功率段。那么这个文波数值可以说非常优秀了，全部没有超过40毫伏，在体积不大的情况下，滤波做得不错。以上就是小米67瓦3口氮化镓的全部测试内容，还是总结一波。优点方面，第3个输出口对多设备用户友好，并且2个 C 口单变双还不断连。第二，充电兼容性不错，实测无论是小米手机还是荣耀系或者爱酷系都有不错的充电功率，同时也支持65瓦的 PD， 对苹果全家桶的兼容性也没有问题。第3点，65瓦功率能长时间稳定运行，这个性能表现还是让我有一些惊讶。从测试结果来说，完全可以给商务笔记本供电。第4点，输出文波不错，全部数值没有超过40毫伏，且大多功率段在20毫伏左右，那么内部滤波做的应该很 OK。至于缺点的话，可能温控和转换效率比较一般，其他方面也没什么大的毛病。整体来说，在小米充电器中算是不错的产品。行，本期视频就说到这，创作不易，喜欢这同学别忘点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